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不知道大家在焊接的时候有沒有遇過這些狀況？焊藥不管怎麼燒，它都不會融，或者是焊藥好不容易融了，但它卻停在原地動都不動，然後有時候甚至會留着金屬的表面到處都是。最生氣的是，明明看起來它已經焊好了，但是我一扳它就斷掉。所以今天我想要告訴大家，為什麼我們焊接的時候會失敗？因為我們只要理解這個其中的原因，其實焊接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難。好，在開始之前呢，我們先把一些最常見的問題排除掉，因為等一下我會有一些失敗的案例。那可能有人會想說，是不是我的金屬沒有清洗乾淨，或者是我的接縫是不是太大，導致它們焊不起來？所以呢，我今天所有的示範，我都會用一樣的紅銅片，然後它們的表面都已經處理得很乾淨了，然後接縫也都很密合，然後最後我在焊接之前也都會塗上助焊劑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這個焊接之前最基本的準備工作，我通通都做好了。那即便是這樣呢，焊接還是會有可能失敗，因為大家都會把焊接當成是用焊藥去填補縫隙，但其實焊接它是在控制金屬的溫度，焊接溫度達到以後，讓焊藥流動，把兩個金屬結合。所以我等一下會示範幾種常見的失敗以及它的補救方法。那我們就開始吧。好，我現在把這個金屬板放在耐火磚上面，然後沾了一點點助焊劑，放了一顆焊藥在旁邊。那我現在就直接來加熱給大家看。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我的焊藥已經溶解，溶成一顆球了，但是我的金屬黑成這個樣子，它基本上焊藥是根本不會流動的，因為金屬太髒了。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把我的金屬直接貼平在耐火磚上面，所以導致於大部分的熱源都被耐火磚吸走了。焊藥的溫度雖然到了，但是我金屬的溫度卻還沒有到，所以你會看到焊藥它會先溶成一顆球，然後你的金屬卻已經氧化了、黑掉了，再也焊不起來了。這個就是新手常常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。我的方法是把金屬墊高，我現在底下墊了一塊鐵網，鐵網底下就有足夠的空氣可以讓熱對流，加速我的底板升溫的速度。這樣子我同時在加熱兩個物件的時候，溫度才會平均。在它們的溫度到達的時候，我再把火源集中加熱在焊接處，然後用火去引導焊線流動。這塊金屬我已經清理乾淨了，焊接面的接觸也很密合，表面也已經塗上助焊劑。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焊接了。不過我很常看到新手在這個步驟犯同樣的錯誤，他們拿了火槍以後，火焰會一直在金屬的周圍繞圈圈，不停地加熱周圍的區域，但是始終沒有把火焰對準真正要焊接的接縫。等到助焊劑已經變成透明狀，就表示接近焊接溫度的時候，火槍依然在旁邊繞來繞去。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呢？你會看到金屬表面開始氧化變黑，焊藥也跟着氧化、起皺、變黑，完全沒有流動的跡象。焊藥更不可能融化填滿整個接縫。這個就是很多新手明明加熱了很久，焊接卻一直失敗的原因。那該怎麼解決呢？這個是剛剛已經起皺失敗的焊藥，我們重新再示範一次。一樣先塗好助焊劑，接着開始加熱。我的火焰會同時加熱兩塊金屬，盡量讓兩邊的溫度均勻上升，而不是只加熱其中的一側。當助焊劑變成透明的時候，就代表已經接近焊接的溫度了。這時候我會把火焰移到焊接線的附近，讓焊接的地方成為整個結合處最熱的位置。當溫度到達焊藥的熔點的時候，焊藥就會跟着熱源流動，順着接縫快速地填滿整個結合面。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判斷火焰熱點的小技巧。你可以看到我把火焰的尖端放在耐火磚上面的時候，耐火磚上面会有一個很亮的橘紅色，這就表示火焰最熱的點剛好就是在這邊。如果我把火槍稍微拉遠一點，
你會發現這個明亮的紅點很快就消失了，代表我已經離開火焰的最熱區，所以我的加熱效率就會下降。但是火槍也不是越靠近越好，因為你看，如果太靠近耐火磚，你會發現原本發紅的區域中間會出現一個黑色的小圓點，這是因為火焰最內層反而溫度不夠高，會造成加熱不足，所以無論是太遠或者太近，都不是最佳的加熱位置。最理想的位置就是讓燃焰的尖端輕輕地接觸金屬的表面，這個燃焰尖端的附近就是火焰溫度最高、加熱效率最好的地方。掌握這個位置，你的焊接會比較容易成功。很多人在焊接的時候，腦袋只會想着趕快把焊藥融化，所以火焰會一直對着焊藥加熱，希望它趕快流動。但是焊接其實不是只看焊藥，而是要觀察整個金屬受熱的狀況。然後焊藥它有一個特性，就是它會往溫度最高的地方流動。如果你只把焊槍對準焊藥的話，它只會往面積比較小、溫度比較高的那一塊金屬的地方跑，所以最後會流得到處都是。真正需要焊接的接縫反而卻沒有填滿。因為焊药會往最熱的地方流動，所以我不會直接拿着火焰去燒焊藥，而是把火焰放在接縫的另外一側，從後面加熱金屬。當接縫後面的溫度更高的時候，焊藥就會被熱源吸引，自己流到接縫裡面，而不會往其他的地方亂跑。這個方法不但比較容易把焊縫填滿，如果是已經做了敲花或者是表面質感的金屬，也可以減少焊藥亂流的機會。所以記住一個原則就好，不要急着想要把焊藥燒融，而是要讓焊藥流過去的地方成為最熱的位置。我常常看到學生在焊接的時候，因為擔心火太大把東西燒壞，所以火槍一直不敢停留。火一下子靠近，一下子拉開，一下加熱，一下又抽走，那火又不敢開得太大，一直是小小的火焰在那邊來回不停的斷斷續續的加熱。但是這樣其實不但會讓金屬氧化得很快，焊藥也常常會融化得不完全。很多時候焊藥才剛開始流動，但是因為擔心燒過頭，手很快就停下來了。結果看起來好像已經表面焊上去，但其實焊藥只是停留在邊緣，並沒有真正的流到細縫裡，把兩個金屬完整的結合在一起。所以這種焊接其實最危險，因為表面看起來很完整，但其實焊藥只有粘在表面，並沒有真的流到縫裡。只要稍微一用力，它就直接斷掉。所以如果是像這樣子結構性的焊接，第一個重點就是不要怕火太大，也不要怕金屬會不會被燒壞。該用大火的時候，就是要穩定，持續的把整個金屬加熱到足夠的焊接溫度。再來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你不要只看焊藥，而是要看整個接縫的狀態。你必須看到焊藥完整的流進接縫，把縫隙填滿，形成真正的結合。只有當你確定它已經整個都流動完成了，這個時候才可以把火離開。最後幫大家總結今天避免焊接失敗的幾個重點。第一個，焊接的時候可以把物件墊高，讓底下有空間，熱氣可以流動，金屬也會比較均勻升溫。第二個，一定要學會看鑄焊機的狀態，當它從白色變成透明的那一瞬間，就是最關鍵的焊接時機。太早或太晚都容易失敗，只有在這個溫度點去引導焊藥，成功率才會高。第三個是火焰的控制，不要一直對着焊藥燒，而是要去控制火的位置，焊藥才會往你想要去的地方流動。火在哪裡，焊藥就去哪裡。最後一點，也是很多人會忽略的，就是不要怕火太大。有時候失敗反而就是因為火不夠大，金屬還沒有到溫度就已經開始氧化，焊藥也不會動。勇敢一點，把火開下去。要讓它完整的流到縫隙裡，金屬的結構才會是穩固的。以上就是今天針對焊接失敗的方法提出的解決方案。如果你學精工最卡關的就是焊接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最常遇到哪一種狀況。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精工教學，不要忘記訂閱我，或者是加入我的會員看更多的教學影片。那我們就下次見嘍，拜拜。